一位父亲为了让儿子考取功名踏入仕途，身为2品高官的他竟将亲生儿子关在一座锯掉楼梯的孤楼之中整整3年，每天的1日3餐连同日常起居全部依靠一根从高处垂落的粗绳来完成。每到正午，管家还要站在楼下扯着嗓子给他呐喊助威。少爷，老爷就这么替你算着呢。 只要再熬上6、7个月就出头了。然而被幽禁了3年之久的米禾已经变得如同冷宫里的妃子，对自由的渴望只能化作野兽般的嘶吼来宣泄。于是已经忍耐到极限的他，终于下定决心要顺着送饭的绳子攀爬下去，却没想到管家毫不留情的一刀剪断了绳子，而这也让米禾成功吃到一顿竹笋炒肉。可是屡次逃跑失败的米禾对这种惩罚早已经习惯，他呆呆地望着墙上悬挂的列祖列宗画像，问管家他们是不是当年也跟我一样在这里受苦？就是，他们想下楼也要跪着挨鞭子。就是，我要是做了官，将来也会变成一幅画被挂在墙上。就是，怎么说？你打我就是打墙上的画了。管家听完这番话，脑瓜子都转不过来了。谁能想到这小子的思路竟自己形成了闭环？你把墙上的画给我打烂了，快打！ 管家看着米禾跟冷宫的妃子一样发疯，让他赶紧跪下来认个错，只要保证今后不再逃跑，就可以免掉这顿鞭子。毕竟管家从小看着米禾长大，早就把他当做了自己的亲儿子。不料米禾却平静地脱掉了身上的衣衫，因为在他看来，挨打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反抗。管家使出浑身力气，狠狠抽了他好几下，米禾却紧咬牙关，硬是一个字都没喊，这可把老管家给心疼的不行。少爷，你快喊成啊！ 不料老管家急得竟挥起鞭子抽打自己，米禾看到这一幕再也绷不住了，于是他一个箭步冲上去，一把夺过鞭子，便朝着祖宗的画像狠狠甩了过去。毕竟他恨透了这种把功名看得比人命还重要的毫无人性的魔鬼训练。3年的与世隔绝早已把米禾折磨得不成人形，可是远在京城的父亲对此却丝毫不在意。身处京师的他每次写给儿子的家书，表面上都充满了慈爱和期望，并且反复叮嘱米禾要把考取功名当做这辈子最重要的事情。然而恰恰是这种令人窒息的高压灌输，不但彻底剥夺了米禾作为一个人的自主权利，更是让米禾内心的负罪感变得越来越沉重。他只能在深夜里跟壁上童年商量该怎么回复父亲。父亲又寄信来了，他用夜半梦醒，老泪失枕了。你说我该如何回复他？你就这么写：莫忘晒晒枕头。米禾一个人笑得正开心，却忽然发现有人也在跟着一起笑。谁？小叔子啊！你怎么爬上来的？猫怎么上房，我就怎么上房。因为小叔子的意外出现，让正苦寻出路的米禾一下子看到了逃出去的希望。于是，在小叔子的协助下，2人顺利的又把一条绳子从窗口放了下去。怎料这个响动也惊醒了睡着的管家。少爷，少爷！然而情况如此紧迫，米禾却死活要带上他那本状元册，还说这书里汇集了过去几10年所有状元考试的真题。这可把小叔子给急坏了。等米禾拿到书以后，怎么带下去又成了新的难题。而小叔子让他直接扔下来，米禾却担心书扔下去会散掉。2人这么一争吵，老管家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。就在管家推门的前一瞬，米禾嘴里叼着书顺利滑了下来。可是2人看见管家追出来，撒腿就跑，把老管家远远甩在了身后。少爷，你不能听这个丫头呀，她是个小狐狸精啊！然而米禾万万没有料到，到大街以后，自己和小叔子不但被拥挤的人流冲散了，甚至还被几个地痞一眼就给盯上了。混混先是故意往他身上猛撞了一下，然后自己也摔在地上，大声嚷嚷。于是米禾赶紧上前把他扶起来，结果却被劈头盖脸骂了一顿。我说你这位爷呀，你就是撞人的话，你找一个好人撞啊！我本来就残疾，你还撞我一下，我这个腰都快折了。可是谁也不曾想到，混混的真正目标其实是旁边金库里的首饰。随后他便找了个借口说要借用店里的烛火把膏药烤软了贴上。于是伙计也没有多想，不但把膏药接过来帮他烤化了，还热心的要亲手帮混混贴上去。不料下一刻，混混直接把膏药拍在了伙计脸上，顺手抄起一只金镯子，拔腿就跑。而临走的时候，还不忘把偷盗的罪名推到米禾身上。住手了，快跑吧！就这样，米禾稀里糊涂的被当成了同伙，随即就被差役扭送进了大牢。